今天早上看到日本汽车产业的财报啊，着实让人吃惊哦。没想到日本汽车行业如雪崩般崩溃呀、和各位分享一下数据啊。丰田净利润环比下降了37%，本田腰斩，三菱净利下降了74%，马自达由盈转亏，跌了26%，斯巴鲁利润同比下降了16%。最夸张的是日产完全没有利润，亏的是7500亿日元，50亿美元呢，半年亏损。我们看日产财报，仅仅关税这一块亏损了2000亿日元啊。特朗普大总统恩赐的这个汇率损失是700亿日元，史诗级的亏损啊！关税呢，这个大家都明白，归来的嘛。汇率损失这一块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在美日贸易谈判期间呢，日元忽然从160回升到了145到150，听上去是很小的变化，但是对日产这种出口导向公司啊，就是极大的灾难。日元升值10%，海外收入折算日元就少了10%，成本呢又因为海外零部件、物流费用以美元结算而上升。你看这财报显示，仅汇率损失就造成了700亿日元左右的利润蒸发，这个大家都懂啊。再配合美国制造业回流嘛，这事情呢台湾也发生了，台币不也是大幅度升值嘛？看来不是偶然，都是配合特朗普政府搞钱嘛。还有一个5000亿的损失啊，这个才让人绝望。最主要的原因是呢，日产在2025年对欧洲与中国市场的业务进行了资产重估，关闭了巴塞罗那工厂，调整郑州合资厂规模，停止投资部分电动车项目，所以计入了这5000亿日元的资产损失。为什么说绝望呢？因为看起来日产新能源已经全面败于中欧车企了，已经官场放弃这个赛道了。无论如何了，2025年上半年日本6大车企利润平均跌幅40%到50%，这是一个现实啊。整个板块大衰退，数据清清楚楚，日本车企集体掉利已经成为一个结构性的事实。这事情可是很严重啊！日本汽车行业可是日本的支柱行业啊，日本汽车工业制造规模约为60万亿日元，日本 GDP 10%的水平啊，占制造业出货额约20%。为什么我说出货额而不是 sales 呢？因为出货代表着制造量，它决定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社会数据，那就是就业。汽车产业相关就业，这里面包含着整车制造、零部件销售、维修服务等，是500万到600万人。约占日本总就业人口的8%左右，非常之庞大。出口额更是占到了整个日本的20%，这是绝对的外汇主力，理所当然是核心产业。另外，汽车作为链组行业是有极强的乘数效应的，整车制造可以带动零部件，带动钢铁、化工、电子，在商场部分呢，可以带动销售服务、维修，还有二手车流通市场，每一个环节都牵动广泛，是一个典型的支柱价值链。汽车行业的经济波及效应超过普通行业的2.5倍，是日本所有产业中排名第一名。那么汽车产业的利润集体崩塌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日本汽车行业必须收缩研发投入与业务扩张，甚至员工福利。地方中小零部件厂现金流必然会吃紧，因为他们在上游没有订单，就业与工资承压，特别是爱知、静冈这种汽车线，体感应该是非常大的。这些地方的 GDP 50%以上都是汽车行业，汽车公司在当地等于大半个政府。政企合一，日本特色嘛，这根本的原因啊，大家应该也想到了，当然是日本政府在与特朗普大总统的贸易谈判中跪得干脆利落，跪得美利坚心满意足啊。换来了什么呢？换来了贸易与汇率层面，美方将日系整车关税从2.5%提升到了15%，二战以后历史最高位。汇率方面呢，大放血，日元呢从160回升到145。看到这里啊，大家可能就要问了，为什么今年谈判日本会做出如此巨大的让步？这么贵，难道日本吃得消吗？其实也很正常，美国对其他几个经济体也是这个路子，日韩台都如此啊。台湾就不讲了哈，台湾是台积电搬家，台币升值，再加上亚洲第一高关税啊。韩国呢还没有彻底跪下去，还在谈。韩国人这些年啊产业转型做得还不错，所以美国呢也不急着让他跪下去呢，效果可能也不大。不如日本效果显著啊！其实台湾本来也是没有必要急着贵的哈，因为台湾还是有逻辑芯片的制造环节嘛。但是台湾那个地方呀，它属于政治需求大于民生需求，是唯心主义世界啊，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正常逻辑。为什么只有日本这么惨？因为日本汽车行业本质上是85年广场协议以后为美国量身定做的输血行业。打个比方哈，美国缺产业缺钱，就好比一个人要输血，韩国呢那是 A 型血，美国呢是 B 型血，血型上不是那么匹配的。日本呢以前其实也是 A 型血，但是85年以后啊，美国给日本汽车行业换成了 B 型血，和美国一模一样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已经想到有这一天了嘛，血型匹配随时输血啊，最优血包。
那这个待会可以细讲啊，还有很多知识值得大家去学习的。我们先把日本人贵的过程和其他几个贵的经济体现状讲讲明白哈。首先呢，日本这次是全面贵，不仅政府贵，企业也得贵，因为美国啊是日本车企最大的利润市场，所以不可丢失，丢失以后日本会更惨。那我们来看这个数据哈，日本车卖全球，中国是第一名的市场，但是呢，中国市场竞争激烈，没有利润。第二名呢是美国，有利润。第三名呢是欧洲，售卖规模大约只有中国市场的一半，就是没有规模，也没有利润。所以中国出销量，美国出利润。可是你仔细看这张图，你就会发现啊，日本在华出口红色部分只有 1%， 而日企在华制造呢占到了 16%， 也就意味着日本车企在华因为竞争激烈，为了成本竞争力，只能选择在中国地区本地生产或者合资生产，所以没有利润。技术利润都留在中国了，而美国不一样，美国在日本呢直接进口占到了 9%， 全球第一，仅次于日本本土。说明什么？这说明在日本造车比在美国造车成本低，出口到美国还有钱赚。剩下的 29% 呢，在美国在地制造，其实也是被美国人逼过去的。这次美国是要把剩下的 9% 也逼过去。而这个图上呢，有个印度啊，很牛逼啊，日本车占比印度售卖 44%， 但是全部本土制造，也就是讲啊，日本车在印度能卖，但技术和利润呢，同样都要留在印度。莫迪妈的真霸道，搞了个汽车产业设有强制本土化条款，要求零部件国产化比例逐年上升，保护加掠夺并行的一个版本啊，比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那种可怜巴巴的要霸道多了。另外和大家讲一个热知识这个条款呢，就是汽车行业的强制本土化条款呢，全世界只有2个地方有。一个呢叫印度，还有一个叫台湾。台湾不同的呢是这一条只针对大陆车，也就是说大陆车要想在台湾售卖，必须要变成台湾的所谓的国产化，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产力和技术都搬到台湾去。所以台湾民进党政府是很有意思的哈，自己的技术产业被美日抢，双手奉上，但是对大陆的产业呢却学习印度的手法，直接抢，估计抢过去再献给美国和日本哈。如果这方面呢国台办要是放入惠台政策啊，双手奉上大陆汽车产业链给台湾那就太过分了。所以我是不建议在这种条款下，汽车产业还要进台湾市场的哈。还有很多人在那喊我们汽车要进台湾市场，千万不要这样喊，因为这个产业如果进台湾，就意味着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双手奉送给台湾。那言归正传啊，所以看得出来呢，日本车的主要利润市场就是美国了。但是这么多车在美国卖，怎么就日本车最惨呢？这和日本车在美国的市场定位有关系啊，因为美国规划日本车在美国市场走的是平价路线。这一点呢，已经在美国深入人心，所以就算涨关税，你日本车在美国市场也不能涨价，这个关税你必须要自己吞下去，因为你一涨价，你的车就失去了心智，美国人就不买了。这点和中国和韩国的产业有很大区别啊，中韩制造的是美国必需品，所以就算涨价，美国的进口商会吞关税，美国的消费者会认账，起码呢两国要分摊。而日系车不同啊，车企若涨价，就会立即被美系、韩系特斯拉或者本土化的其他外国品牌直接替代，所以呢，日本根本没法选嘛，他只能甘心当血包，为了活下去也不丢人。美国供应链是多重的备胎模式，也就是说，美国的汽车供应链，韩国、欧洲以及墨西哥的一些车厂都能够替代，但是美国市场对日本是具备不可替代性的，因此啊，日本车企一点都不敢硬碰啊，所以跪下去之后呢，基本上就站不起来了，越跪下去以后越站不起来。日本历史上呢几次跪，从美日安保条约开始，一直跪到了广场协议。然后从广场协议呢，再跪到了这次的特朗普贸易谈判。第一次呢，跪掉了日本民族的自主发展权；第二次呢，跪掉了日本的半导体行业和经济成长潜力；第三次呢，跪掉了日本的汽车产业。可谓一次跪，终身跪，跪到天荒地老，跪到海枯石烂。按历史来看呀，一直跪到最后也没有用的，还是要被拆掉的。比如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奥匈帝国，跪到一战后啊，终于被列强拆掉了，硬生生的被拆成了土耳其和几十个小国家、小民族，今天还在中东打来打去的。所以讲来讲去啊，还是六国论里面那句老话：以地事情，由抱薪救火，心不静，火不灭。只不过是现在这六国啊，变成了德日英法加2，仅此而已嘛。其他的贵地族呢，好像过得都不太好，除了大韩民国。首先呢，欧洲这边的情况挺糟糕的，
德国8月的工业产出一下子就掉了 4.3%， 创下了自2022年以来最大的月度跌幅。这个事情呢，我以前节目讲过，美国打压德国工业，利好的是中国的中小企业，而且德国这一次带头下跌呢，也是他们最拿手的行业，汽车行业。欧盟自己春季的预测呢，也挺悲观的，说2025年德国的 GDP 几乎会原地踏步。为什么？因为美国提前加征关税，很多德国厂商为了抢在关税生效前出货，把出口节奏全部打乱了，现在反而出现了前热后冷的现象，整个欧元区都不好过。MF 也估算说，他们对美国出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已经涨到了 13%， 经济表面呢看着还挺有韧性的，但其实是靠政府硬撑着的，防卫开支、能源安全、队伍援助全都得花钱，财政赤字和债务呢一路往上飙，政府托底，企业呢还能勉强活下去，靠的呢是俄乌在打仗。欧洲呢自己算了一笔账，债务占 GDP 的比例会从2024年的 87% 一路涨到2030年的 92%。 换句话讲呢，如果真照这个趋势走下去，那就等于默认俄乌战争还要打好多年，因为如果不打， GDP 马上就会暴跌，很多企业会活不下去。欧洲各国呢也在认持久战了，真是离谱啊！所以现在战争凯恩斯主义已经成为欧洲和俄国慢慢走向的一个方向了，俄国现在已经在里面了那我们反过来看亚洲的韩国，就挺有特色的，因为韩国的产业结构真的挺玄幻的，一半软一半硬。软的那一边呢，美国想打也打不到；硬的那边呢，美国又离不开。我们先讲硬的讲存储芯片。韩国的硬实力就藏在这个存储芯片里面，三星电子、SK 海力士这2家企业长期占据全球 70% 的份额。而存储芯片是什么？几乎所有的计算机、服务器、手机、AI 设备都要用到它，所以韩国靠这玩意有2个巨大优势。第一呢，技术不可替代，美国、日本、中国全部都要用韩国的芯片。第二呢，美韩谈判有筹码，美国不是在搞芯片联盟吗？嘴上呢一直喊着说要用这个芯片联盟来围堵中国嘛，但是呢，韩国又有 40% 的制造是在中国制造的，所以呢也不能把韩国逼急了，不然整个供应链有可能就断了。这跟日本产业完全不一样台湾其实也可以这么做，但是台湾不选择这样做。日本车再强也是一堆替代品，而且在电动车时代，日本那套燃油技术反而成了包袱，新能源又没有做出来。我们再讲软的就是韩国的文化输出，这属于一种魔法攻击，各位明白吗？2000年之后韩国政府直接把文化产业当成了出口战略，出台文化产业振兴法、韩流振兴计划等等国家层面投资源建生态推内容，结果真搞成了。韩国的音乐产业1年产值几百亿美元，韩剧加奈飞合作，让韩国内容成为了全球流媒体的标配。游戏产业呢也很牛逼，成为了亚洲最赚钱的文娱出口之一。现在韩国的文化内容出口额已经超过汽车零部件出口额的 20%， 在总出口额里面占到 5%， 而且增长速度比制造业快很多。重点是这些软产品太划算了，高利润、低碳环保，品牌力还强，还带动了整个的内外需，旅游、化妆品、时尚用品、消费品全部都被韩流推着走。而且这种数字文化产品根本就不受关税、物流、原料价格这些传统限制，它的利润来自于创意和情绪消费，标准的后工业时代产品。顺带讲一句日本为什么做不到？有人会讲日本的动画、游戏、音乐不是更厉害吗？确实是的，影响力更大，但是变现能力极差。日本的内容产业呢太碎了，版权结构乱，每个公司呢只顾创作，不懂产业化。韩国就完全不同它是国家当老板，资本当中枢，把创意、资金、营销整合成一个完整的出口体系，所以它能赚大钱。最后一句话总结，美国对韩国下不了狠手，硬的芯片呢它打不动，软的文化呢它不知道怎么打，结果就是韩国夹在中美之间，看上去呢还挺危险的，但实际上呢过得还挺开心的。它的软硬双修让别人呢不知道怎么对付它。还有人会问日本的光刻胶也具有不可替代性那确实是这样的，在逻辑芯片的制作过程中，光刻胶的重要性确实很高，没有它，晶圆厂就印不出电路图案。日本呢几乎垄断了全球高端光刻胶 80% 以上的市场，尤其是极紫外光刻胶。但问题在于，日本的光刻胶虽然技术独立，但整个产业的标准、设备、生态、客户验证体系全部掌握在美国手里。那换句话讲呢，就是日本能造的是材料，但决定材料能不能用的是美国。光刻胶出口许可证体系由日本经济产业省制定，但是标准是和美国谈好了以后才能发布的，也就是说光刻胶的出口是美国控制的，
这是表面上的日本产业，实际上的美国产业。简单讲，光刻胶关键技术出口需要获得美国的许可，主要的客户台积电和三星都签署了美系供应链条例，必须按照美国标准接受日本的光刻胶，否则他们就可以拒收。这种情况下，美国当然不需要自己做光刻胶，它已经控制住了整个光刻胶的上游和下游，它也控制住了光刻胶能卖给谁，何时可以卖，配方怎么更新就够了嘛。反过来看韩国三星啊 SK 海力士啊，它可不是只生产一个零件啊，他们直接掌握着存储体系的标准和供应链话语权。存储芯片是所有计算机系统的通用零件，谁控制了存储，就等于掌握了算力的物理基础。总结一下，日本的光刻胶虽然不可替代，但是它自己也不可主导。韩国的芯片不可替代，但是能主导部分系统，所以呢，自然在美国面前待遇也有点不一样。不过目前这个霸权世界就是这样的，日本这种长期贵的，其实已经贵到无可救药的，贵到后面不贵也不行。欧洲和韩国呢，这种属于刚开始贵，慢慢来，等到服从性测试到位， PUA 到位，换血成功，终将是会走到日本这一步的嘛。最后呢，我们聊一聊美国是怎么给日本人换血的，换的什么血。搞这个东西啊，美国是很专业的，这个在经济学上面叫做比较优势陷阱。最早的时候呢，美国是用在南美洲的国家的，所以南美洲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也就是香蕉共和国现象和中等收入陷阱。那我们讲陷阱之前呢，还是要讲清楚比较优势哈。1817年的英国呀，已经是全世界唯一的完成度比较高的工业国家，而世界其他的国家呢，很多还停留在手工制造的阶段。但是其他的国家虽然工业产值低，但是有钱呢，金融体系还在西班牙、飞翔的荷兰人等等手里。法国呢，刚刚结束了拿破仑时代，靠打仗呀，掠夺了很多殖民地，也完成了金融积累。当时的英国啊，很像现在的中国，工业产值呢，在全世界占比极高。比如英国的棉纺织业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70%， 现在中国整个制造业是 30%， 因为现阶段你还是去比什么棉纺织量，那就有点过分了嘛。当时英国铁产量占世界一半以上，而现在中国在各项原料的产量都在全世界 60% 以上，很多关键的眼睛产量都是全世界的 85% 以上，蒸汽机数量世界第一。当时的英国呀，几乎所有的矿山、工厂、船舶都在用英国的机器在制作。现在的中国重工业机械和轻工业机械也是一样的呀。那个时候呢，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已经成为了世界工厂群落。那不就是现在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吗？1817年的英国呀，已经能用机器生产整个世界都需要的商品，也就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全品类工业制造国。英国贸易体量相当于全球总贸易额的1/3。利物浦、布里斯托是全球最大的港口。英国拥有世界上一半的商船吨位，工业出品到印度、中国、拉美、奥斯曼帝国，进口原料有棉花、糖、茶、金料、金银，在英国重新加工再输出，这些都跟现在的中国非常的像。但是西班牙、荷兰很有钱啊，有点像现在的美利坚啊，黄金都在他们手里啊，而且有枪有炮呀。于是呢，英国国会呢做了个决定，老子闭关锁国，不跟你们这些野蛮人玩了，完全不可理喻，天天给我加关税，反正呢我全品类可以自给自足，我自己和自己的殖民地玩就可以了。在这种背景下，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很着急啊，他觉得这是不对的呀。他为了说服英国国会别再搞贸易保护、闭关锁国，自己生产一切，于是呢，他设计了一个超级简单的模型，两个国家两种商品。李嘉图呢用这个模型向国会证明，就算一个国家在两种产品上都比另外一个国家更厉害，但是只要他专注做自己相对更擅长的那一种，然后通过贸易去换取另一种产品，两个国家都能赚得更多，生活水平也会更高。所以呢，要别怕进口，不要怕开放，专心做你自己拿手的，剩下的交给别人，这样整个世界的蛋糕就会做得更大，大家都能吃得更好。这是很有名的经济理念，也是全球化的奠基理念之一。另外一个叫做国际分工体系。这本来是个好词，但是为什么我说比较优势是古典经济学里面的概念呢？因为太过理想化。因为在现实世界中，你这样想并不代表别人也这样想。有些人呢跳出了贸易互利的逻辑，直接用拳头讲话，你别管你的好还是我的好，我说我的好就是我的好，你说我不好我就做到你说好。还有一些人呢，他欺骗你，给你固定在某个环节，只做一件天花板很低的事情，他自己做天花板很高的事情，事情层级不一样，就不是比较优势了，那就是绝对优势了。比如说美国以前
前就骗拉美的那些小国，跟他们讲你们会种香蕉，你们把香蕉种到极致，这就是你们的比较优势。那我来采购，这就是我的比较优势，我有钱，所以你们以后只种香蕉，结果这些国家全部是香蕉，然后它全部是香蕉以后呢，美国就把香蕉的价格压得很低，来压榨他们。那这个就是比较优势的陷阱啊，特别是在美利坚营造的单极霸权经济世界里，这个逻辑会慢慢的演变成结构性依附，演变成比较优势陷阱这个东西，最终形成美利坚的绝对优势，垄断科技创新。比较优势呢是古典经济学，比较优势陷阱呢是现实世界的美利坚经济学。因为如果你的优势是中间环节制造，而不是标准制定或者是市场定价，那么你的比较优势就会变成被动锁定。所以呢，日本就是很典型的陷入了美利坚制造的比较优势陷阱。日本长期专注于造车、精密制造，以品质加效率赢得全球市场。最重要的是美国需要，其实美国也可以不要它的呀，要中国的、韩国的或者欧洲的呀。为什么偏偏选择要日本的车呢？不是单纯因为日本会造车，而是因为日本政治更稳定，技术更可靠，对美国没有威胁嘛。这些都是相对于美国来说的政治稳定，技术可靠，没有威胁。那你要反过来对日本来说，那就是政治不稳定，极具威胁，技术不可靠，什么都不可控，全部控在美国人手里吧。这是正反两面看嘛。美国选择日本是可控体系内最大效率化，中国制造便宜，但是政治上不可控；欧洲制造高端，但是成本过高，且欧洲还具有一定的独立意志。日本制造既有精度，又不会挑战美国标准，还能承担供应链风险，遇到事呢还能把这些钱再还给你。所以日本是最安全的中间制造者，这是一种地缘经济角色的分配，而不是完全市场竞争的结果呀。就像帝国经济学中的忠诚附庸国模式嘛。那么这就出来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日本自己不立规则，非要用美国标准呢？因为美利坚长期的给日本国做服从性测试导致的嘛。这就是训狗的方式，你服从他就给你骨头，你叫他就打你一顿，长此以往呢，这狗呢就按照你的规矩来了嘛。来来回回几次以后啊，特别是1985年广场协议，因为日本这个狗啊天天叫啊，说他要做主人呐，所以美国人给他一顿暴打，那可是极度的侮辱啊。据美国人自己的回忆啊，当时日本人通宵写出来的产业计划，美国人看都不看一眼，直接制成纸飞机，直接飞到日本人的脸上。自此啊，日本人终于意识到了一个真理，任何试图挑战美元与美国工业体系的行为都会遭受到强大的制裁和极度的自我侮辱。于是日本选择了终此一生绝不挑战美国的策略。从那以后啊，日本汽车电子业的标准体系全部依附于美方市场认证 EPA、FCC、UL 全部都是美系制造。它放弃了亚洲汽车标准、日韩联合技术规则等潜在的主导路径，导致韩国最后只能和中国去合作。最后呢，亚洲汽车的标准由中国来主导，日本最终变成了完全依赖于美国的规则。美利坚给日本国到此换血成功，因为它的比较优势被美国的规则彻底锁定。从此以后啊，日本的比较优势是按照美国市场的需求，用匠人精神拼命提升制造效率和工艺精度，而美国的比较优势是技术标准与市场规则。想要日本汽车产业怎么发展，改一改标准就好了嘛。想要日本汽车卖多少钱，改一改市场规则就好了嘛。于是日本的制造能力彻底变成了美国价值链的中间环节。只要美国稍有动作，比如说加关税呀，比如说奖励日本汽车在美产能呀，搞一下汇率呀，日本的效率优势就在美国的比较优势下被吃干抹净，这就只剩下跪一条路了嘛。因为只有下跪，美国人才会给你一条活路嘛。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所以跪是绝不可以乱跪的，跪不跪本质上不是什么经济利益，而是美国人在做服从性测试，最终把你吃干抹净。日本不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吗？可是这又是单极世界的必然结果。1989年苏联解体以后呀，世界进入了美国一家独大的霸权世界，世界经济呢产生了750万亿美元的产出，也就是1990年以后到今天，美国在这750万亿美元里面，它占了500万亿。因为霸权的缘故，它的采购成本也降低了20万亿美元。全球财富总量，包括资产、土地、资本市场总值，美国占全世界 35%， 全球金融资产总额，美国占全世界 40% 以上，遍布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在做着产业遥控和随时发动颜色革命。所以比较优势理论在单极化世界中一定会演变成依附结构。现在是日本，而台湾呢，一开始就是美国计划经济的产物。欧洲以前算世界的0.5级，
但是俄乌战争和本次贸易战以后，也开始变成了美国的产业附庸。韩国这种搞法呢，其实就是搞擦边球嘛，抓美国看不上的产业控制嘛，搞一搞魔法攻击嘛。但是流行文化的魔力和意识形态的魔力相比，那可是小太多了。美国可是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大头啊，迟早呢，韩国也要变日本的。特朗普政府时代呢，只会加速前行。我个人觉得呀，世界迟早会回到多极世界。三国志里面不是讲嘛，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世界经济和创新这个事情上面，当然也是如此啊。现在这个典型的单极格局世界，有一个中心国家美利坚来制定全球规则，其他的国家呢，只能围绕中心国做局部优化，无法制定自己的产业路径和产业创新。结果是全球经济的分工固化、比较优势无法进行，导致中等收入陷阱、依附性繁荣、香蕉共和国等奇怪的经济现象出现。而多极格局呢，规则将不再唯一，比如说美元、人民币、欧元等货币是不是可以竞争一下？美国的科技、中国的制造、欧洲的绿色标准又是不是可以相互协作一下呢？这样美国才不会垄断创新嘛。多家竞争和合作本质上是示范创新啊，这也是个经济学原理啊，有空再讲。因为只有各级之间充分的竞争标准、充分的竞争制度，才能更好的推动技术与贸易的多元创新嘛。充分竞争和比较优势合作才应该是全球创新的源泉。人类世界健康的经济体系当然不应该是霸权的单极，而应该是动态的多极平衡。所以呢，今天日本的车企啊，不只是利润下滑的问题，它象征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宿命。当一个国家把服从当成了产业策略，当它用贵来换市场，用让步来换安全的时候，它就会慢慢的失去定义自己未来的能力。从广场协议、半导体到汽车，这是日本第3次被锁进美国的比较优势陷阱。而在这个陷阱里面，效率再高，也只不过是别人规则下的螺丝而已嘛。今天的日本，大家都在嘲笑它，因为它规得最彻底、最没有尊严，从昭和男儿化身为爱贵太郎。但是德国、法国、韩国乃至于整个对美附庸体系，也只是比日本贵的稍微晚一点，只是稍微好看那么一点，50步笑100步罢了。如果他们继续选择一直贵，无论现在贵的多么不情愿，贵的多么不习惯，看看榜样日本就好了嘛。他都贵成这样了，你这算什么呢？多贵自然就习惯了。等服从性测试完成，换完血，又是美利坚一个新鲜的大血包。好，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